现在是2月10号凌晨，现在是2月10号早上，大概快要8点的时候，我这边的房子是面向海滩，也就是东边哦。因为这在宜兰嘛，所以太阳升起，各位看到这是完全没有打光的状态，我没有开任何的灯，纯粹就是阳光透过我的这个窗户照过来。其实蛮显眼的啦，所以眼睛有一点这样子。但是这阵天气比较冷，所以有阳光出来还是蛮舒服的。我早上还去外面浇了一些花，趁着今天才刚开始，我吃完早餐，咖啡正在喝，我自己有在煮咖啡。其实我煮咖啡的技术还不错。我还会烤蛋糕，我的蛋糕还有人要买。我刚刚是看到一些朋友们的一些留言，不是留给我的，就是我在 Thread 上面看到一些，我发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清酒，或者是讲什么叫日本酒。我自己也常犯这个毛病，就是我会把清酒直接用很简单的话来带过，就是日本酒。但是这个话是不是那么的正确？因为日本酒呢，你可以很简单的就用这个字来判断，说日本酒就是表示在日本生产的酒。是日本人生产出来的酒，所以清酒用米来制造的清酒算不算是日本酒？当然算嘛。然后一般人的认为都是认为，我们在喝日本酒，其实他讲的是在喝清酒。那有清酒就有浊酒，这个我以前已经讲过了，那个只是都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有没有过滤的很仔细而已。那过滤的比较仔细叫做清酒，没有过滤那么仔细叫浊酒。通常浊酒在原产地喝才会好喝，如果是运到台湾来，那种酒因为基本上都没有经过杀菌，所以很容易因为一个颠簸，或者是因为温度保存不太恰当，它的生酒的味道那个香气就会跑掉，会损失掉。损失掉还无所谓哦，有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气味出来，他们叫做生酒的臭味，生酒臭。那这样就不好了。但是我在很多个酒造那边，我都看过他们现场的那个酒。其实即便是现场压榨的那些酒呢，都还有分很多个等级。等到以后我有空再讲，好，因为现在这样讲会讲不完。那第二个呢，日本酒还包含什么呢？包含各位也最常见的就是美酒。美酒呢，其实应该讲说它就是一种利口酒。这个利口酒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基底的基本的酒款，比如说清酒，比如说 whisky， 比如说烧酎，白兰地我是没有见过了哈，但是也是可以。反正这种比较烈性的酒呢，蒸馏酒呢，里面放这个果实，比方像放梅子、放草莓放你还可以放一些李子啊什么的，那些东西都可以当做利口酒的额外添加物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有一个基本的酒，基础的基酒，再加上这些东西。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，这个就有一点像是鸡尾酒啦。只是说，这种利口酒通常都会放的比较久，为什么？而且它的基酒的酒精浓度比较高，因为它酒精浓度高，利用渗透压的关系，它可以把那个你浸泡的东西，把它里面的精华把它吸收出来。对，那泡眼镜蛇、泡蜈蚣、泡蜜蜂，算不算利口酒？算哦，它算利口酒。不管你觉得恐不恐怖，它算利口酒。这边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讲是 whisky， 或者是讲白兰地，
或者是讲 tequila， 或者是讲兰姆酒那种，如果来当基酒，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可是美酒这个部分呢，在日本有2个做法，它也是属于日本酒，但在日本有2个做法。第一个就是它用的是清酒，高浓度的清酒，它酒精浓度可能可以高达20%到22%的左右。这样子的清酒不是拿来喝的，是酒造特别去酿造出来高酒精度的清酒，所以它那个喝起来其实没什么味道，就是说它除了酒精之外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香气。它的目的就是它还保留着清酒的特色，但是酒精浓度比较高，可以拿来酿造这些利口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除了酒精浓度高，可以去吸收到浸泡的这些果实，比如说梅子它的味道，或者桃子它的味道之外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酒精浓度高，比较不容易坏掉。但是你要知道说，它毕竟不是高酒精的东西，所以那种类型的美酒呢，最好不要太晚喝。我这边有一瓶，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可能放在我的厨房吧。就是我有一瓶，前一阵子全家有在出，这几天我去看已经看不到了。他用20度的号称是清酒吧，20度的这个酒了去泡梅子。那瓶酒因为酒精浓度高，它萃取的这个果实的风味会更强，所以那瓶酒还蛮好喝的。虽然是我记得好像大关还是月桂冠出的，但是因为价格也不贵，而且很大一瓶，就是应该有650、720的600多这样子的一个大小。那个我来兑那个乌龙茶，再撒一些冰块在里面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要喝到很正式的酒，有时候晚上写稿或者在做什么事情，看电视什么的，喝一点这样的酒也蛮舒服的。好，各位可以，我不晓得现在找不到了，因为现在里面大概只剩下最有名的秋雅以前我很喜欢，现在我不喜欢。但是呢，月桂冠那瓶大瓶专门在做，它的大小大概就跟清酒这个差不多大哈。那个拿来做美酒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第二个误区就是，基本上在日本在做美酒呢，除了用清酒之外，它甚至还有用清酒的，甚至还有用浊酒来做美酒。这个我也有喝过，这个喝起来更是浓上加浓啊。但是因为它本身浊酒就比较浓郁嘛，而且很香。如果你是在本地喝的话，那种浓上加浓的这种浊酒所酿造的美酒呢，所浸泡的美酒呢，它的味道更是特殊，非常好喝，而且喝起来还有一股浓稠的感觉。这个以前我办活动的时候，曾经请厂商寄过来，而且我要的是最新的一批。现在时间是8点整。后来被我们全部拿光了。那厂商有没有在进？有，可是他卖的效果没那么好。那剩下在那个壁柜上面的那些酒，可能就放了一阵子。浊酒本身酒精浓度又不高，然后又是浸泡的，放在那一阵子，其实就不好喝了。浊酒很容易变质哈。那除了浊酒、清酒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，也是很多人会搞错的美酒的类型。我讲梅子就是美酒类型，就泛指这些果实的利口酒，那就是用烧酎去浸泡。这个烧酎呢，可能有包含米烧酎啊、麦烧酎啊、玉烧酎啊、荞麦烧啊、胡萝卜烧、南瓜烧啊、芝麻烧酎啊，或者是甚至是泡盛等等。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再讲烧酎，我会开一个专题来讲哈。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留意的。虽然这个东西在台湾没有那么盛行，但是其实烧酎在日本至少前几年为止，它是远远超过清酒在日本的市场。原因有很多，以后我再提。那烧酎呢，简单讲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清酒再去经过蒸馏之后产生的酒，它的酒精浓度呢可能可以到25以上，通常是25，也有可能到40度，甚至更高都有可能，看它要把它蒸馏到怎么样的程度。
那这些蒸馏的酒呢，叫做烧酎或者烧酌或者是烧酒哦。各位看到在韩国喝的那个，他们电视剧里面喝的那些酒呢，都不是清酒，都是烧酎，都是米烧酎为主，米烧酎为主哦。然后在日本的烧酎呢，是用所谓的玉烧为主。我讲为主不是一定只有这个，是为主。那这个玉烧呢，大部分都是用地瓜，那个他们的日本的玉叫做它虽然是芋头的芋，但是他们其实是地瓜。他们真正的芋头不叫做芋，叫做李芋，李是道理的李，一个李明的李，芋头的芋，李芋那个才叫做芋头烧酎。但是我们一般喝到的都是所谓的地瓜烧酎、玉烧、地瓜烧酎。然后这地瓜当然很多种啊，比如说什么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黄金千万吧，还是什么？名字我有点忘记哈。那个每个地瓜也有不同的风味，所以酿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哈。而且酿造的方法，怎么去煮长，怎么去放，怎么去过滤，怎么去蒸馏，其实它都有不一样的手法，会产生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。还有麦烧酎，麦烧酎当然更不一样啊。麦烧酎其实我问过一个问题，麦烧酎跟它既然是用麦子去先把它酿成酒，再把它蒸馏，变成一个麦烧酎。烧酎一定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，它如果酿成蒸馏成40度，请问它跟 whisky 有什么不一样？whisky 也是用麦去做的你 whisky 可以把它想成先把它酿成像啤酒一样，然后再去蒸馏嘛。那它跟麦烧酎有什么不一样？麦烧酎也是用麦子先去把它酿造成酒，再去蒸馏。那中间的差别在哪里？这个我以前有提过但是我忘记在哪一集了。有机会我再提一次，再讲得更仔细一点。你可以去问问看你的朋友们，对酒很懂的朋友们，玉烧酎、麦烧酎跟 whisky 有什么不一样？答得出来的话，厉害，我答得出来。那第三就是讲完这种烧酎的部分，所以还有米烧酎，米就是用就等于清酒拿去再去蒸馏嘛，叫米烧酎。南瓜烧酎就是南瓜去酿造完了之后再去蒸馏，就南瓜烧酎。同理可推，还有荞麦烧啊，还有那个芝麻烧啊，或者黑糖烧啊等等。请记住，烧酎跟清酒就不一样。所以我看到有人讲说，我今天在喝日本酒，喝得很高兴，但是他讲了也没错，但他喝的其实是喝的是那个烧酎，他并不是在喝清酒，但是他把它搞混，他以为他在喝的是清酒，其实根本不对，两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那清酒和烧酎呢？以烧酎来讲，通常都还会加冰块，甚至还会加乌龙茶、加养乐多啊、科尔必斯啊、加梅子啊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或者说是单纯加矿泉水，有气泡的那种。类似像在喝所谓的 highball 打在天空的那个很高的那种球，高尔夫球 highball 那种喝法的话，你可以用烧酎，你也可以用烧酎加水加气泡水，或者是用白兰地，或是用 whisky 也可以。在日本，烧酎其实是喝 highball 的做法呢，其实是在居酒屋很常见的，通常就是一杯啤酒之后再喝一杯烧酎。再喝一杯 highball， 然后第三种的日本酒呢，就是所谓的在日本生产的酒，比方讲 whisky， 日本的 whisky， 那这个也有分很多种。第一个是他可能从麦子后自己去做这个酒，跟苏格兰跟英格兰一样的做法，但是他也有去国外买这个原酒回来，自己再去做勾兑的，然后再去做陈年的，这个在国外也是一样那样买回来，然后自己再去做勾兑陈年，等于是后期加工，在它调出它要的味道，它可能很多个桶子去调出它的味道，这样生产出来的whisky， 日本 whisky 算不算是日本酒？算，也是算因为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，因为最后东西是他们做出来的。
那如果说是直接买桶子回来装的话，只要在日本上市，那个也是日本酒啊。所以日本的 whisky 也蛮有名的。我这阵子有收到2瓶日本的 whisky， 我还没喝。我最近喝酒的频率真的降低了很多，因为人生很多挫折，然后这阵子让我提不起劲来。那除了这几种之外呢，清酒还另外一种就是啤酒，日本的啤酒很有名嘛，所以这个也是日本酒的一种。我讲的是大概就这4种。那日本啤酒里面跟台湾啤酒一样，它也有小麦啤酒，也有加米去酿造的日本啤酒，或者是酿的 super dry， 非常的干口，就是非常的不甜，这个干哈。然后也有加料的，就是把葡萄酒里面加草莓啊，加各种莓果类的东西，就像台啤也有做所谓的芒果啤酒一样，类似像这样的东西，他们也有，那台湾也有进，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常见的日本酒的类型，你可以统称为一个日本酒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日本酒单纯认为就只有清酒才叫日本酒，不对的，好，要把它分清楚。那今天16分钟，我就大概讲一下整个的状况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大家对日本酒有一点清楚的了解。其实同样的道理，运用在葡萄酒上面也有类似的东西。日本人其实你说他有创意呢，但是倒不如说他有改良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很多创意是从国外来的，但是他们在本地会做改良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酒在国外都有，都是有的。那基底的酒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么多啦，我刚刚讲过，你也可以用 tequila， 你也可以用兰姆酒，只要酒精浓度高也可以。你也可以用高粱酒啊，台湾用的是高粱酒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哦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17分钟，早上太阳很强，灯光还不错。我是海恩哈，填土之道有道理，理想中的餐酒生活，拜拜。